好，接下来关心到是我们前几天关心的非常多，中国大陆针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不管是在这个钨上面的制裁，或者是在稀土上面的制裁，这一次继续的卡住其他国家的制裁。那这一次北京锁死的关键的矿物，包括了 SpaceX， 没有了大陆的矿物的话，它也发展不了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是太害怕了吗？这个贸易黑名单这一次没有再新增其他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公司，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现在来看到过去美国针对于中国大陆说制裁就制裁，但是现在黑名单罕见的已经停更了长达半年的时间。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路透社的说法，美国的商务部已经超过半年都没有更新贸易黑名单的实体清单当中了。而且呢，其实美国一直都想要打压，不管是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或者是它的长兴存储等多家的公司，都说这几家公司具有国安的风险，很想要去把他们给做制裁，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半年过去了，都不敢制裁，创下10多年来最长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就看到说，美国的商务部也做回应啦，说为什么不敢制裁？其实说了等于没说，他们只是说，现在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不做制裁。那美国的智库也就这样酸美国的政府说呢，你如果不制裁中国的话，这个实体清单就像是打地鼠，你必须要持续的补漏洞啊，你这样子停手了，就可能让技术指的是美国的技术流向对手，流向中国大陆。好，智库就提醒说，不可以再对中国这么的好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美国的贸易黑名单半年没更新，让 DeepSeek 还有让长兴存储等于逃过一劫，是为了避免美中关系更加紧张，所以不做制裁吗？岳老师怎么解读？我在这边先纠正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因为这边问的问题就是说，长期没有新增制裁企业的名单，难道美国不怕损害自己的美国利益吗？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制裁就可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啊。那么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下，就是说大陆究竟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使得美国的利益受损？美国利益受损的最主要的理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大陆有什么样的企业？比如说讲到刚刚讲到无人机，我最近看到了到深圳去看了大疆的无人机。那无人机本身来讲的话呢，大陆发展上来讲，无人机有各式各样的民用的企图。那你人家的话呢，你不让我在大陆美国卖，那在别的地方卖也是一样。那么所以说我这里面就出现了2种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说呢，首先第一个，我这深刻的怀疑，长期没有延展这个制裁名单，是因为这些整个制裁的目的是假的。就是说目的是不让大陆的企业能够到美国来做生意，而不是说它真正的涉及到美国的利益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大陆这些企业能够在美国有竞争力，能够卖掉，这是真正的原因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买卖关系要求的并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供需原则。你有需求，它自然会买啊；没有这需求就不会买啊，对不对？比如说大陆的新能源车的话，来卖到美国去，美国现在想办法背革它，不让它卖，因为美国自己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传统的汽车行业。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美国有很多智库会强调说，美国的清单要制裁什么的。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清楚，因为这个等于说是增长了制裁名单，增长制裁名单等于就是一种保护主义啊。就是你要制裁我，我就制裁你。那这一次川普，我说句良心话，5月13、14号刚好是一生一世啊。川普到了美国，是我见过这个家伙最听话的3天非得照稿念又是什么还弄孔子什么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客气？这几天他在 G7 开会的时候，多嚣张啊，对不对？他除了跟法国总统夫人打招呼以外，不跟法国总统打招呼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会发觉说，中国这个企业得罪不起啊。对不对？你现在搞一大堆制裁的名单，人家也制裁你啊，对不对？那美国要卖的多还是中国卖的多？美国卖的服务业多得多，对吧？了解什么律师法律顾问什么的，咨商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互相的保护主义没有制裁名单，但那些智库就基本上开口闭口就是要延长对大陆的制裁了。好，所以现在美国也意识到，对于中国大陆它制裁不起，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贸易的清单上面我们看到相安无事，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清单，是国防部开出的最新的清单，是2026年6月8号最新更新的，叫做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清单。那这边要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来做打击的，
扩大到了188家的中国企业，目的是要在打击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体，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说法。好，打击到的一些新增的指标企业，包括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搜寻引擎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还有呢药明康德跟京东方，涵盖的范围其实很明显了，就是这一些新兴的电子科技、航太、无人机、汽车制造、生技等等。那先前被列入的名单当中，还有这个大厂是动力电池大厂宁德时代。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这样子做，其实会不会害到自己呢？因为呢，它的供应链也被大陆给卡住。它是 SpaceX 最近一直想要发展推进它的轨道建设跟太空基础建设等等，其实呢是需要用到大陆掌控的这些关键矿产跟它的光伏材料的。现在美中关系搞得不好，供应链就会面临断裂 ，SpaceX 的它的计划也会被卡关。委员怎么看？对啊，照美国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所谓的这个实体清单，我想很快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外送平台啊，什么美团啊、饿了么这些，可能都会被列入制裁清单了，因为他们也有送食物到中国大陆的解放军里头去啊。那么他们解放军的这士官兵也会点外送平台的食物啊，所以他们也服务了解放军嘛。所以大家看到刚才的这个什么180家。这不断的人数，这个产业不断的在增加，很快的，大概所有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都包含在里头了。那么其实美国会做这样的宣示，不外乎是两种可能啊。当然，第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是有很高度的敌意的。那么这一点，我相信北京政府心知肚明哦，就是美国自始至终就没有放下对中国的围堵跟打压这样的一个意图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苑老师讲的嘛。就是以国安之名行保护之实啊，讲个国安进行制裁，但是其实是为了走保护主义啊，因为你的竞争不过中国大陆的企业，所以你就干脆所有竞争不过的都扣一个帽子，说是跟国安有关的，所以很快的搞不好泡泡玛特也有跟国安有关，以后泡泡玛特也不要在美国卖了，因为美国显然卖不过它。但是关键问题回来了，就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它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了。而且它的策略也越来越有弹性了。所以过去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是被动的来因应这样的一些制裁跟打压，可是后来你就会看到它开始主动的出击，而这个主动出击的这个工具箱里头的工具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在看到的就是你要不要买它的大豆，你要不要买它的波音，然后呢你要不要这个把原物料这些稀有的矿产跟金属这个提供给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哦。可是从 SpaceX 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它不仅仅于此了。就中国大陆已经不仅仅在关键矿产稀土上卡关，它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策略拉到了中间产品了。就是事实上，美国永远不可能离开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因为所有的这个全球分工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这个行业里头都有很大量的这个中间产品是由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所以你少掉了中间产品的这些作为这个零件那么或者说一些关键的这个部分那么你后来的这个终端产品就不可能制作出来的。所以其实从这一次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已经不只是走稀土矿产了，它连中间产品它也拿出来用了。那这个如果拿出来用那中国大陆将来要卡美国的可多了，因为美国在各种重要的军工产业或者是一般的民生产业里头，其实很多的这个关键的零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中间这个制品了。是，那同样的问题，那干哥又怎么看？对啊，我是在想啊，马斯克你现在已经是SpaceX， 他现在1.8兆美元。是史上最大的 IPO 哇，这个人类的这个记录啊，恐怕后人很难超过了。对。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庞大的帝国，你靠的是什么呢？你要想想看啊，他想要在大规模的轨道基础建设，还有大数据中心这些东西它通通都需要中国的原料啊，光伏材料，对不对？可是大家要晓得，全球对于光伏这上面的这个材料的中心核心技术最强的是谁？还是中国嘛？就一定是中国，你根本离不开中国。还有什么星链？它的星链卫星，它用多晶硅光伏面板，哪里？中国，在江苏。所以我想请问你一下，你现在弄我188家企业，好，这些188家企业，好，这个通通都跟那个中国的这个军方有关系，所以我要。他没讲制裁
列入清单1260H 清单，就是说以后你的东西我们通通都要查。那我现在今天想反问一下，中国要卡你，那不是易如反掌吗？我光卡一个马斯克，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移民火星？你告诉我，对不对？然后你的特斯拉你要怎么办？而且马斯克他已经，我跟你讲，头洗了一半。